那怎么结合呢？我们大家会等一下我们会再做，但现在请先不要太 focus。那我可以先解释一下，你会用你的起身创造出你需要的钢边角度，然后再用你的关节弯曲去降低你的重心，或者是再做一些钢边的微调。你蹲下去的时候，钢边会翘高还是降低，是你可以控制的。你可以透过你的肩膀的位置、屁股的位置去让你的钢边变得更高或者变得更低。OK， 所以我们在滑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可以用到起身的概念，因为你会在换刃的时候，这是 Casey 的体系啦。你在换刃的时候，你会起身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你最好的起身的时机，让它创造重心放到圆形里面去，然后再重心放到圆形里面去，然后再用你的关节去做角度的微调。然后旋转吗？还是说这是如果放到一般滑行里面，这时候就要不要旋转就看你对速度的承受力是怎么样。如果你可以完全100%依赖在刃上面，它就会很快。OK， 好，那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就50-50。如果你可以挑战一下80-20，但是我们可以不用太在意旋转这件事情。OK， 因为旋转就是你用刃用的不够的话，它自然就会很容易就发生的，不用担心。好，那等下下去的时候呢，你要挑战新的东西，你也有要挑战，但是不是新的东西，你需要滑的比较快。OK， 特别是在这样比较缓的时候，会有2种不同情况，一种是正常绿线，正常绿线的时候呢，你差不多维持你那种弯形是可以的，因为它本身下坡的速度就已经够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觉得比较 close。那到下面那个缓坡的时候，到下面几乎那整片缓坡，你大概都需要维持。越开放越好。开放的弯形，也不是越快开放越好，就是你需要当你这样开放的时候呢，需要去接受一件事情。如果你走在刃上，它又开放，你是没有刹车。所以你不能够说我现在做开放，但是我的速度好像都一样快。对。那你为什么需要滑快一点点呢？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创造那个绳子。你滑太慢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。所以如果在下面的话，你需要是这个弯形，但是你要接受我会越滑越快。但是你需要减速的时候怎么办？不要在每个弯减速，快，受不了了。你可以找一个弯，然后把它滑出去，这样。你刚刚就是 open， 可是你在每个弯都减速了，它就不允许你做出卡点。OK， 合理吧？你走在刃上的话，你应该是不会减速的，你会越滑越快。好，然后，对啊，我要挑战什么？你要的话是这样，屋顶，你大家可以自己说，就是从toe side来到 heel side 的时候，比如说toe side来到 heel side， 假设45度是你现在可以做的最高。你觉得你花了多久的时间来到45度？你可以数，比如说数1、2、3、4，或是你数，对你假设你就数1、2、3、4 ，OK， 假设是这样。好，那你的挑战是这样，一样要来到45度但是时间要缩短一半。时间缩短。1、2，它就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。45度，对，平常可能是这样，现在可能是这样，但不会在这里啦，不会在这里。我们还是有1、2的，还是有点时间的。快一点，toe side heel side都是。对，更快的到达，你需要更快、更高的到达，你就会感受到更强的地心力。它就会这样的感觉。所以这边有点平啊，所以我就怕倾身太多就跌倒，因为速度太慢了。那你可以在练习的时候，你不用再在意这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去，只是要去习惯说，你的肩膀会比平常你习惯的在更后面一点点。好，先让它发生，然后不要先让你的屁股发生。先让它发生，你习惯说，我就在这么后面，不管它有没有真的倒到足够多。你会需要习惯说，我的肩膀是在那个位置，不在这么前面的位置。因为我刚才就还是力量让刃高一点，所以刚才就是有。你刚刚有想要让刃高一点点，可是你选择方式是屁股往雪地的方向做。你就要再交换一下那个顺序。
好 OK， 有这样就滑得比较快的吧。就想要再快一点，好像有点快不了。有一些地方就是这么缓哦，所以这样很好。就是当你做 open 的时候呢，它也快不了，所以你也不用再刹车，你不用再扫雪，就是然后它走在刃上，就一个很悠闲的感觉。OK， 好，下面这个呢，它就会有2个不同的程度。下面这里呢，会需要看你的，看你能够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了。OK， 好，那这里的话你就小心一点，这边就不能做 open turn。当然你要做 close turn 的话，这个宽度可能也会有一点挑战。这个就需要看的技巧，我刚刚说的技巧。你要做一个比较 close 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又不够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导的刃慢的话，你就做 close， 可是你会做比较大，没有那个美国时间，所以你要赶快啪这样，然后你的弯就会比较小，它就已经 close 了，你就可以啪，然后再到下一个弯，对。你用屁股去后面的那个要回去比较快，你肩膀在后面的时候，你要回去的时候，它有点像就是你做仰卧起坐，可是你屁股在后面的时候，你要再回去的时候，你要做一个这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个会比较困难去调整，你就觉得快跌倒的时候回不去。但如果你是整个人在比较直肩膀往后倒的时候，你要回去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。OK， 好，然后OK， 我刚刚跟凯莉讲，对，就是你在做 carving 的时候，我比较担心，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，你把 carving 跟滑行把它分开了，它是一起的 ，OK， 你的 carving 只是在追求一个用刃的过程，用刃帮助你的滑行，你的刃可以用的越好，你就可以用比较少的旋转，那但是哪一个比较累，我不敢说 ，OK， 但是它就是一种工具，所以你刚刚呢，就是你平常在这滑这种地方的时候。你可能就是用刃40%，旋转60%，但刚刚很好，你用刃70%，旋转30%，你敢做的更多的倾身，钢边本身就可以带着你画一个圆，你的重心放在一个圆之后呢，它就帮你画一个新的圆，那就发现啊，我好像只要 focus 更多的倒来倒去，然后它就可以画完。当然到了更高阶的时候，你这样倒来倒去会有新的问题，因为你的速度变快了，所以你要去处理更快的。去维持身体平衡，还有你的脚会开始觉得说，为什么一直东西在推我的感觉？你刚刚在滑的时候就开始会有点，有一点点压力。不过我觉得起身反而压力更小，就是不像我蹲的时候压力那么大。就是我觉得蹲的时候那个压力我会有点撑不住。要看一下你蹲的时候那个压力是来自于哪里。但是你的它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，就是如果你是蹲的时候。如果你是蹲的时候呢，你的膝盖这个周围的肌肉比较容易绷紧。它绷紧之后呢，它就没有弹性，就是它没有弹性。有时候你就是你要膝盖周围的肌肉是放松的，这一段是紧的包括你的大腿的上半段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个髂腰肌嘛。你的核心、你的髂腰肌用力，但是你的膝盖会是有弹性的。当它有弹性的时候，你就比较不会。你刚刚说的情况就是有点像它地面有点推你，然后要不点的时候就嘟，因为你的腿的弹性有点失去了。当然那个不保证你用倾身或是还是用蹲低，到底哪一个会比较有没有那种情况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你的肌肉到底是不是绷紧的。你可以在蹲低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地方还是有弹性的。然后你也可以站着的时候比较有弹性，但是可以透过训练，但是。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蹲低的时候，你会比较容易会在你的膝盖这个地方觉得很硬。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地方是硬的，那大概就不对。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有弹性的，硬的时候对。好，再做一次缆车吗？可以啊。就看一下这个坡度对我们来说觉得会不会太有挑战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还好啊。但我觉得我觉得我看得出来你用刃比较多的，然后你刚刚下来的时候也有用比较多的倾身，